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童颜高中生30岁白鹿与28岁张若楠放一起看，扮丑的赢麻了。当影视圈迎来中年高中生的演技对决，两位90后女演员的答卷却呈现出戏剧性的分野。在《南红与北上》两部热播剧中，28岁的张若楠与30岁的白鹿不约而同挑战校园戏份，却因对角色的诠释深度差异。同样是年近30演高中生，张若楠与白鹿的风评却天差地别。电视剧《南红》校园桥段，28岁张若楠也太适合演青春校园女主了吧？校园戏份本应成为高光时刻。当镜头扫过她穿着校服走过林荫道的画面时，确实完美复刻了青春文学中的白月光形象。可随着剧情深入，观众逐渐发现这份美则美矣的表演如同精修写真，静态惊艳，却缺乏动态生命力。张若楠是好看的，也是校园女主的，但网友却说不是南红女主。不少网友反馈不太喜欢剧版温以凡的性格。他的表现给人一种淡淡的无力感，甚至有些片段显得有些降智。张若楠好看是好看，但演绎没到位。这或许是因为演员对角色的理解过于表面，没有展现出角色应有的力量感。温柔、悲伤、强大，这些都是角色内核性的东西。如果演员本身没有坚定的内核，很难塑造出温柔而有力量的感觉。张若楠演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唯唯诺诺的，有些片段还有点无聊，当然也有剧情和台词的原因。相比较之下，30岁的白鹿扮丑演高中生却备受好评，堪称一场毁容式演技的胜利。相比之下，白鹿在北上中扮丑演高中生却备受好评，堪称一场毁容式演技的胜利。在央视年代剧《北上》中，白鹿不再演绝世美女，而是挑战了一个丑女角色，这让不少网友对她刮目相看。网友盛赞她扮演的夏凤华真的演得超自然，很生活化了，一点表演痕迹都没有，搞笑也真的很搞笑，把握得很好。她真的很适合演这类年代题材的剧。可以说白鹿的这次角色突破很大，她通过抹黑粉、戴牙套、剪短发，让自己几乎认不出来，但身上那股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动人。夏凤华堪称剧中的戏眼，风风火火的霸王花，是花间六子的粘合剂。她总是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而当她袒露心事时，便是白鹿演技的高光时刻。原来少女心事也可以静默无声地诉说。剧中这一段酸涩写实的暗恋演得太好了，只需要一个眼神就演得淋漓尽致。夏凤华不小心表露了真心，害怕望和察觉，小心翼翼地遮掩，然后发现望和没发现，那一刻他是庆幸更多还是失落更多呢？这一幕引发了观众无数的遐想，展现了演员的深厚功力。对于白鹿这样的流量演员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偏见，但这部剧真的让我对她刮目相看。总之，看北上，你会被白鹿的演绎惊艳到，剧集也会意外被吸引。运河边的烟火故事拍得细腻动人，年轻演员和戏骨对戏自然流畅，镜头语言甚至带有电影质感。前4集剧情紧凑，每集都有让人心头一紧的冲突点。大运河不再是一个地理符号，而是牵动人心的命运纽带。谁懂啊？完全停不下来。运河故事里的小人物特别戳心，我强烈推荐这部有厚度又不沉闷的剧。最后我想说，《南红与北上》两部剧集的口碑分野，实则是表演理念的碰撞。张若楠的困境在于将校园女主简化为视觉符号，而白鹿的成功印证了真正的少女感不在于胶原蛋白的含量，而在于能否用演技唤醒观众的情感记忆。2. 同样在刷牙，30岁白鹿与28岁张若楠对比，一个典雅，一个奢华。
白鹿和欧豪主演的《北上》，还有白敬亭和张若楠搭档的《南红》，你都看过了吗？这2部剧，一部是年代剧，另一部是现代偶像剧，女主角的性格差异可真大啊！白鹿和张若楠在演绎上表现的也是截然不同，差别真不小。《南红》里的温以凡是个性格冷淡的女生，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，唯独在桑延面前，她才展现出不同的一面，有时显得俏皮可爱，有时又会撒个娇，这种反差感让偶像剧更吸引人。张若楠的长相既美又清新，从外形到性格，她和温以凡的角色还真是一拍即合。北上里的夏凤华自小就有点假小子的性格，所以每次出场都挺有冲劲的，性格开朗又泼辣，行为举止一点也不淑女。白鹿对这个角色的拿捏可谓到位，她为了更加贴近夏凤华的形象，也是花了不少心思。张若楠是1996年出生，白鹿则是1994年，2位女演员年龄差不多。她们都是从偶像剧起步的，手里也有不少热度颇高的作品。这次张若楠主演的《南红》对她来说没啥难度，而白鹿的《北上》却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如今的偶像剧可不单是甜甜的爱情故事，越来越贴近生活了。南红就挺有意思，剧里温以凡和桑延经历了整整8年的时光，感情依旧深厚。重逢后，他们的生活不是只有浪漫的鲜花和烛光晚餐，而是充满了那些琐碎而真实的日常，比如说吃喝拉撒，这些他们在没在一起之前也都经历过。如今年代剧里加了一些流量演员，浪漫感情戏自然也就多了起来，这让偶像剧和年代剧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。南红和北上就是这样的例子，都是在这个趋势中融合了一些情感元素，让人看得不仅有趣，还觉得很亲切。在南红和北上中，有些不起眼的小细节，实际上对演员的演技可是个挑战。就拿女主角刷牙的那一幕来说，张若楠和白鹿的表现就截然不同，真是各有千秋。先说说南红里头温以凡刷牙的那一幕，简直优雅的让人眼前一亮。作为偶像剧，每一个场景都很精致，尤其是他在卫生间刷牙的那一刻，动作流畅又自然，从镜子里看过去，简直是一幅美丽的画面。尽管后面的剧情节奏挺紧凑的，温以凡依然保持着那种淡定从容的气质。张若楠对这个动作的演绎，真是跟角色特性对得上。刷牙在偶像剧里可不是什么稀罕事，尤其是男女主一起刷牙，共同配合的场面，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不过在南红里，暂时还没看到这样的画面。温以凡独自刷牙，竟然也流露出一种美感，这和演员平时的一些习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。说到北上，夏凤华可真是在场景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她刚被母亲从被窝里拽出来，情景可想而知，那一瞬间就显得特别生活化。作为一部年代剧，夏凤华的日常又有点特别，她的刷牙洗脸都得在大杂院的院子里进行，那种朴实无华的场景，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呀。一开始夏凤华刷牙的样子还挺正常，虽然她有点迷糊，但那动作可是相当豪放。可是没多久，马思义出现了，跟她说想去面试那家模特公司。夏凤华的激动可想而知，嘴巴里挂着牙膏沫，直接抓着马思义手舞足蹈。看到这个场景，真有点担心白鹿会不会不小心把牙膏吞下去呢？在北上中，白鹿的表现可以说很给力，从造型到演技，她都与角色契合的恰到好处，还展现出了角色的多层次感。不过夏凤华刷牙的那段镜头稍微有点夸张，这跟夏凤华的性格也有点挂钩，并不是演员的演技有啥问题。细节往往能决定成败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
如今不论是偶像剧还是年代剧，制作团队越来越用心了，演员们也同样在认真打磨自己的演技。南红和北上这2部剧都是制作上乘的精品，演员们也都十分投入，追起剧来让人倍感舒适。张若楠和白鹿在刷牙这场戏里的表现真是各具特色，让人忍不住想比较一下。张若楠的演技展现了角色的俏皮和无畏，给人一种活泼可爱的感觉，而白鹿则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表达了角色的成熟与内敛，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。你觉得哪个演员的表现更让你记忆犹新呢？